就在本周一，一款遊戏永遠的關停了，它的名字叫做 Anthem 聖歌。你可能會說啊，遊戲關服有什麼好稀奇的？每年都有幾十款遊戲停運，但是這一次不一樣。去年，全球玩家發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名叫做“停止殺死遊戲”的運動，要求遊戲廠商在關服後至少給玩家留一條活路，提供離線模式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方案，以確保消費者在關服之後仍能繼續遊玩已經花錢購買的遊戲。這一場運動席捲了整個互聯網，收集了超過145萬個簽名，成為遊戲史上第一次真正有實質進展的全球性維權行動。而就在這個運動聲勢最浩大的時候 ，EA 突然宣布，他們將在2026年的1月12號關掉聖歌的服務器。如果你還記得2017年的 E3 啊，你一定對這款遊戲有印象。那是漫威電影宇宙還處於其巔峰狀態的年代。當生軟放出那段6分多鐘的實際演示的時候，整個遊戲圈都炸了。很多玩家激動地稱它為鋼鐵俠模擬器，傳統遊戲媒體也是集體性的一致看好。EA 更是把它當作能夠取代 Destiny 的服務型遊戲王牌，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它將會改變這個行業。結果呢，它確實改變了，只不過是以一種誰都沒有想到的方式。今天我想借聖歌的死亡聊聊這款遊戲到底是怎麼失敗的，然後再給大家匯報一下停止殺死遊戲運動的最新進展，以及它為什麼將會影響到如今生活在數字時代的我們每一個人。大家好，歡迎來到隊友頻道，我是老九。2017年的 E3 展會可以說是大作雲集，刺客信條起源、怪物獵人世界、惡靈附身2、德軍總部2、漫威蜘蛛俠、超越善惡2等等等等，幾乎每一個都是能讓玩家尖叫的名字。而在這一群大作之中，聖歌的出场方式格外的引人注目。EA 在自己的展前发布會上只給他在发布會的中段播了一個非常簡短的 teaser 預告，而真正的重頭戲被放在了微軟 Xbox 的发布會上，一段長達6分鐘的實際演示作為微軟整場发布會的壓軸登場。消息一出，各大傳統遊戲媒體也是一個勁的唱讚歌。Kotaku 說這款遊戲啊，漂亮的有些荒謬，令人印象深刻。GameSpot 則聲稱他們已經等不及想要了解更多了。Digital Foundry AKA 鼠毛社更是用 4K 畫質下銳利如針的這種形容詞去讚美這部遊戲。從這裡你可以看出 EA 在當時對這款作品可以說是給予了厚望。不說別的，單就宣發這一塊絕對是花了大錢。因為這些宣傳，有玩家甚至發帖稱聖歌就是他一直想要的鋼鐵俠遊戲。不過也有一些清醒的玩家對這部預告片畫面的真實性感到懷疑，比如說這位就諷刺道，我已經等不及要去看那些預告片和實際畫面的對比視頻了。還有人說這個預告片和當年的全境封鎖預告片一樣假。結果遊戲在2019年發售之後，這兩種玩家其實都沒有錯。這個遊戲裡的機甲飛行做的還是不錯的，但是聖歌也就只剩下這一個優點了。它的失敗本質上是一款被強行扭向錯誤方向的作品。生軟作為一家以敘事和角色塑造見長的工作室，卻在聖歌中放棄了自身最核心的優勢，轉而追逐當時最流行的服務型刷刷刷遊戲，結果是兩頭都沒抓到。遊戲在開發的過程中就反覆的被推倒重來，開發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麼類型的遊戲。最後他既沒有當時命運那樣成熟緊湊的設計與數值循環，也缺乏真正讓人上癮的裝備追求，而本該成為支點的世界觀與故事又被過於碎片化的敘事和空洞的設定所稀釋，最終讓玩家既刷得疲憊又記不住任何角色與情節。遊戲剛發售的時候啊，就暴露出內容稀薄、任務重複、敵人單一、掉落機制混亂等一系列基礎問題，讓玩家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耗盡了新鮮感。事實上，後來對開發者的採訪中，開發者自己甚至披露，他們自己看到預告片的時候也是非常震驚的。很多預告片中展示的內容，他們自己都沒見過，他們很清楚市場部的人這是在造假。後續2020年，生軟還提出所謂的 Anthem Next 的重置計劃，結果不到1年就宣布計劃破產，根本就是一個拖延時間的騙局。這部遊戲失敗的故事其實非常的典型。3A 大廠買通傳統遊戲媒體，對玩家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轟炸，用幾乎欺詐級別的預告片去制造所謂的下一款改變行業的作品的幻覺。
而真正的遊戲品質卻被刻意模糊、延後，甚至直接回避。就算是現在很多服務型遊戲本質上走的都是同一條路，先用概念、畫面和預告片把玩家的期待值拉到突破天際，發售的時候卻端出一個勉強能運行的半成品，然後再把所有問題都推給未來更新。而這些遊戲廠家之所以敢這麼做，原因也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很清楚，在現有的商業模式下，真正承擔風險的從來不是自己，而是買單的玩家。只要把一個半成品裹上一層足夠精美的包裝，再配合傳統遊戲媒體的集體背書，自然會有大量的玩家在首發階段就買單。至於遊戲好不好玩，系統成不成熟，內容完整不完整，那都是之後再說的事兒。別的不說，先把錢收了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8年後的今天，這些貪婪的公司甚至還要直接從你的手裡拿走你已經付過錢的東西。說到這兒，有的人可能會講，聖歌本來就是個爛遊戲，關服就關服唄，有什麼好說的？對，你說的沒錯，但它是一部爛作的同時，也是一部售價$60的全價遊戲啊。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部理論上完全不需要在線組隊也能一個人玩的遊戏。以前啊，当我們看到遊戲關服，往往只會說一句可惜了，卻很少真正去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一旦遊戲關閉服務器，我們到底失去了什麼？你在裡面花的錢買的皮膚，投入時間練起來的角色，解鎖的進度，都會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而且沒有任何補償，沒有任何追責的渠道。如果這是傳統意義上的網絡遊戲，很多人可能還能接受，畢竟它從一開始就是被定義為一個持續運營的在線服務的。但問題在於，現在有大量的遊戲本質上提供的是單機的遊戲體驗，卻被強行的綁定了在線驗證的機制。一旦服務器關閉，哪怕你只是想一個人玩劇情，玩那些本地的內容，都有可能被直接拒之門外。而且現在幾乎所有的遊戏，包括實體游戲，你花錢購買的其實都不是這些遊戲的所有權，而僅僅只是使用權。在用戶協議的細則裡，幾乎所有遊戲公司都保留了一個權利，那就是他們可以隨時終止服務，而無需承擔任何責任。買遊戲這個行為在本質上只是暫時的租借，可是這些遊戲無論是在宣傳頁面、在線商店，還是付款確認的界面上，廠商用的全部都是同一個詞，那就是購買。它白紙黑字的寫着 buy 和 purchase， 而不是 rent 和 access。 如果你本質上賣的只是一個隨時可以被收回的訪問許可，那請你把話說明白，把購買改成租用，否則你這種做法本身就已經構成了对消費者的誤導了。而以上的這些都是很多玩家在去年停止殺死遊戲運動爆發之後才意識到的問題。這一場名為 Stop Killing Games 的運動由知名 YouTuber Ross Scott 在2024年4月發起，起因是育碧宣布關閉賽車遊戲 The Crew 的服務器，導致該遊戲徹底無法遊玩。儘管 The Crew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單人遊戲，但它始終要求玩家保持在線連接。服務器關閉之後，即使玩家擁有實體光盤，也無法再進入遊戲。為了應對這種數字產品計劃性報廢的現象， Ross 創建了 Stop Killing Games 的網站，並發起了一項歐盟公民倡議的簽名請願，以收集到100萬個歐盟公民的簽名。根據歐盟的法律規定，達到這一門檻後，歐盟委員會就必須對該議題進行正式的審議。一旦歐盟立法，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就沒有理由不迅速跟進了。這將引發全球範圍內對數字遊戲所有權的重新審視與規範。請注意啊，就像我開頭說的，玩家們在這裡不是要求遊戲廠商永久性的運營遊戲服務器，而是要求遊戲發行商在官方服務器關閉之後，提供離線模式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方案，以確保玩家仍能繼續遊玩已經花錢購買的遊戲。雖然說這些遊戲廠商關閉遊戲服務器的行為在法律上現在確實是合法的，但是他們就是利用了現在人們對於數字資產的模糊認知，才能如此肆無忌憚的。而我們玩家想要做的，就是要讓原本模糊的法律變得清晰。這在根本上是一個關於數字商品所有權的原則性問題。我們不接受付錢購買的東西就這麼憑空消失。現在聖歌遊戲的徹底關停，重新調動了廣大玩家的注意力。這裡給大家更新一下這個運動的最新進展啊！首先，這項運動成功的收集到了超過145萬個簽名，大幅超越了歐盟議會需要做出回應的100萬的門檻。而且簽名的驗證階段已經接近完成，現階段僅僅只有3%的無效簽名。下一步就是完全驗證所有簽名，然後就可以正式提交歐盟
盟委員会了。一旦受理，歐盟委員會必須在法律上做出回應。這可以說是這個運動自誕生以來往前邁進的一大步。但我們也要清楚地認識到，這僅僅只是個開始。歐盟委員會的回應並不意味着立法一定會通過，他們可能會提出修改建議，也可能將議題交由歐洲議會進行進一步的討論。整個立法過程可能需要持續數年時間。在這期間，遊戲行業中那些大廠的游說力量也一定會全力阻挠。EA、育碧、动視、暴雪這些大廠背後都有着龐大的法務團隊和政府公關的資源，他們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來淡化這個議題，或者推動一個對自己更有利的折中方案。但是不管怎麼樣，玩家群體已經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而且这個聲音足夠響亮，響亮到任何人都無法再視而不見。聖歌的關停某種程度上敲響了警鐘，它再次提醒了所有人，當我們點擊購買按鈕的那一刻，我們以為自己購買的是一個產品，但實際上我們得到的可能只是一張隨時會被撕毀的入場券。Later. 這個世界正在加速的數據化，而我認為這場運動對未來的影響將遠不止遊戲行業，而是包括電影、音樂等媒介在內的一切虛擬資產。想想看啊，現在有多少人還在買實體的 CD 和藍光碟呢？就算你花錢在 iTunes 或者是 Amazon 上購買了電影，你也只是獲得了觀看的許可。你真正擁有裡面的任何一部電影或者是一首歌曲嗎？答案是否定的。平台可以隨時下架內容，可以修改用戶協議，可以單方面終止服務，而你作為消費者，除了接受之外，別無選擇。這些公司完全有權利在未來的某一天，因為版權到期、商業調整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理由，把你買的東西從你的資料庫裡抹掉。停止殺死遊戲運動之所以重要，不僅僅是因為它是在為玩家爭取權利，更是因為它在數字時代第一次真正挑戰了這種你什麼都不擁有的商業模式。如果這場運動成功了，它樹立的先例將會波及到整個數字消費領域。它會迫使所有依賴這種模糊產權關係的公司重新思考自己的商業模式。它會讓更多的消費者意識到，購買和租賃之間的區別不該被刻意的模糊。它會推動立法者去填補那些在實體商品時代不存在的法律空白。所以，即使你不玩遊戲，即便你對聖歌的關停毫不在意，這一場運動依然與你有關。因為它爭取的是我們所有人在數字時代最基本的消費者權利。那就是當你花錢買了一樣東西，它就應該是屬於你的，而不是別人施捨給你的臨時訪問權。這場戰鬥剛剛開始，但至少我們已經成功的邁出了第一步。Anyways， 歡迎收看地主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對聖歌或者停止殺死遊戲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同時也別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